我最近特別想吃那種可以即食的魚豆腐，但是市面上賣的裡邊基本都沒有什麼魚肉，所以我買了100多斤東星斑。我打算做點100%純魚肉的魚豆腐小零食，看看吃起來是什麼感受。然後按照去年我們做魚丸的經驗，這魚肉切完了得先用小勺刮成魚蓉才行。但是這東星斑處理起來可比去年的虎斑麻煩多了，因為這玩意儿它貴呀。我們摳這魚肉比摳家裡那衛生死角還賣力。就這麼說吧，我們摳完的魚骨，那院裡的野貓都不惜正眼瞅一眼，你就說这活干得多仔細吧。然后刮好的魚肉還得用小錘給它錘成肉泥，但這不是最麻煩的，最要命的是得在這些魚泥裡邊挑魚筋，這玩意兒要是挑不乾淨，那魚豆腐吃的容易塞牙呀。這點玩意兒我們整整挑了1天，那眼珠都对不上焦了。后來，然後這魚泥簡單調的味兒就可以進行摔打了。這活幹的是最費人的，這就跟那手打牛肉丸似的，必須得錘到這種立盤不倒的狀態才行。摔這玩意兒都快給我摔脫臼了，我就說這一天呢，眼珠见瞎，胳膊肌无力了，就要再多做點都没給我上半身幹瘫痪了。後來實在太累了，就讓我弟去買了幾杯星巴克回來，喝杯咖啡歇一會兒。他是買你財富黑卡用戶，現在上支付寶抽財富黑卡，有機會領財富黑卡特權，每日1杯星巴克，全年1200元油卡，還有 DFS 全球免稅店大額滿減，還能體驗專屬財富管家服務呢。就喝完了咖啡，我也跟人領一張。然後這魚豆腐蒸完之後特別緊實，就這麼捶都捶不碎，所以它吃的時候口感也特別有嚼勁。但是這種原味的魚豆腐放涼了當零食吃可能會有點腥，所以我打算先滷後烤，給它做成炭烤魚豆腐。就光調這個滷湯我們就老下功夫了，我們是用魚骨熬的魚湯作為原湯幹的，能不能增鮮不知道，但主打的就是一個原湯化原食。然後烤的時候我還刷了一層秘制小紅油，這烤完了之後外皮是焦脆的，裡邊魚肉是像那種肉丸一樣可以彈牙的爽脆，口感特別豐富，而且真的巨香，因為魚肉本來就鮮，然後滷湯和紅油的香辣也烤入味了，這一口下去滿嘴留香。但是算下來就是成本有點高，這一塊魚豆腐成本都要合到12塊錢了。我本來是想着等過年打麻將的時候和大家一起分着吃，但是現在這個情況來看，要是不給我點個3家闭門大炮，那袋兒我都不舍得拿出來給他們舔一口。我最近特別馋这種純肉的大火腿，但是現在快遞已經停的差不多了，然後我研究一下，這玩意應該也不難做，所以我買了9條豬後腿，我想試試在家能不能做，要是行的話就當囤年貨了。這玩意要是想做出那種拉絲的狀態，首先得把豬腿上的瘦肉挑出來切塊，完了還得手動剔筋膜。這200多斤豬肉切得昏天暗地的，給我哥和我外甥幹都双目失神了。不過給這些肉抓上勁兒才是最變態的，因為這肉它越抓越黏，就越得越吃勁兒。那抓肉時候給我心率都幹到140了，我手环都開始提示我了。他說生命很可貴，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後來灌腸的時候算徹底把我最後一口氣耗盡了，因為切的時候為了吃得爽，那肉塊切的都大，完了還沒捨得買工廠用的那種灌腸器，這些火腿都是我一個一個拿肚子給怼出來的，那給那灌腸器都幹爆了。關鍵我們幾個跟小可愛似的，剛開始不知道這個玻璃紙腸衣得用水泡，後來還因為漏氣返工了100多根，那懟完之後都快給我練成鐵肚子了，我甚至一度產生過一絲擔心，我說會不會幹完這些活之後，我這整個肚子將變成一個巨大的肚臍眼。這火腿灌完了得風乾一下才能煮，這會兒正好沒啥事兒，就試着在德物買的新衣服。這不快過年了嗎？買了一件龍行大運，寻思总有字儿。現在新年新人福利，前100單只需要39。要是點評論區置頂打個得物啊，還有機會搶1000元物盟卡優惠券，買着能更便宜，而且物流特別快，都是品牌包邮直发，很多都是次日达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然後这些火腿煮完之後就已經非常香了，但是後來燻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問題，就是烤鴨爐燻呢，它不太好控溫，燻完之後要不是火輕了沒熟，要不就直接給烤成黑豬火腿。關鍵反復試了幾爐之後也沒什麼起色，後來我實在是沒招了，我去找了個紅場廠上班去了。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，我們免費給他幹3天活，然後下班之後他那個燻爐借我們燻火腿用，這一爐最少得燻5個小時，完了還得看着溫度添果木。我那幾天甚至找着一點大廠996的感覺。不過這玩意折騰是折騰，但做出來是真好吃，它是純肉的鹹香裡邊夾雜着一些煙燻的果木香，尤其是剛燻完掰開的這一下子，我感覺把我命搭裡都值了。現在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，就這麼拿着啃着吃實在太爽。然後要是不想吃的這麼糙的話，還可以切片做成那種零食裝，這半夜餓了来2片火腿，再開一罐冰鎮飲料，我的天！我心說這做的哪還是火腿呀？這不是我過年熬夜的底氣嗎？我最近真是耳鬢为了招待企業，快把松花江上的娛樂項目鋪滿了。我在這附近生活了快30年了，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盛況。今天的目標只有一個，就是勇闖220。
啊，这得有个桶，这看着热闹，咱上这去玩去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将要吃鸭脖，先过我们好好鸭这关。啊，那这个是那个圆梦之星的好好鸭，它这是和绝味鸭脖联动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想吃好吃的，还得有完成一个挑战呢。怎么挑战？舞蹈没问题，舞蹈我最擅长了，我哈尔滨舞王。胜利！我这个事儿跳舞，他连手都没有，这事儿没有不赢啊。那我们现在能进去了吗？没問題，下次一起繼續，拜拜。咱跟他好好鸭玩了一會兒，他想玩這個雪圈，那咱們電王水輸的人拉贏的人，切記他只會輸輸的。抽點子不 OK， 險勝。咱開個組隊，誰要是輸的話，誰就上雪地裡去做10個俯臥撐的。上去2，去到對。第1名。你要說服了，我就拉倒了。不可能服啊！哎呀！我幹不過你，我找我兄弟調人去吧。調人，來，讓你倆把鞋脫了，把鞋脫摩擦力打，開始！哎呀，玩的好餓呀，就找點吃的去吧。小哥，給我來桶鴨脖唄，免費的，不要免費的，謝謝。到點了，打紅包了，人人都有紅包，人人都有鴨脖。哇！你搶幾個？我搶4個，我搶1打。哎呦，發了！我最近希望大家越來越好。好了，天黑了。玩不動了，大家下播了。我覺得現在的耳邊就是一個巨大的合家歡場所。圓夢這次的合作，也讓我們幾個體驗了一回在一起玩的樂趣。你是被推下去了？沒有，他那個牆給推下來。今天也要元氣滿滿呀！乾杯！誰給我鴨脖拿走了？我最近特別好奇那種細如髮絲的龍鬚酥是怎麼做出來的，所以我買了100多斤糖，我想在家體驗一下這個過程。然後做之前我看了一宿教程，我當然感覺我厲害透了，甚至我覺得這玩意兒都沒有小時候翻繩難。結果幹上之後，那翻車都要翻出花來了，那糖不少軟了就少硬了，甚至有一呆我那糖拉着拉着還給我弟頭髮粘一起。好家伙，正值正月，他頭髮趕上這麼大個節，這事兒我想想都替我爸感到後怕呀。後來在做的過程裡，我們一直在失敗，甚至一度熬糖的速度都趕不上我們失敗的速度了。關鍵這玩意兒它沒法通過結果倒推過程，就是失敗了之後，我們不知道因為什麼而失敗的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知道錯了，但不知道錯哪兒。後來我去問了問我姑，我記得他2年前就做成過，他在一些細節上幫我們進行了校正，同時讓我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環是拉糖時候的溫度。這個溫度雖然沒有具體數值，但是可以通過一些行為給它具象化，就是拉糖的時候，只要它足夠把手燙得通紅，那這事兒基本就成一半了。然後隨着越來越成型，我們就打算去挑戰超大份的了。做之前打算先補充一波體力，就喝了幾個特崙蘇早餐奶。這奶是我最近在淘寶囤的，最近他們百億補貼活動，這一箱到手才30多塊錢，比平時買便宜20多，我直接囤了3箱。現在去淘寶搜淘寶百補123，或者點左下角就能看着。還有好多數碼產品也全網低價，價格賊合適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但是這大號龍鬚酥拉起來可比小號難多了，很多環節都是亮面產生了質變。而且我發現多人一起拉糖，考驗的其實不是默契，而是情感。那幹的時候我仨都快畢業了，我當時就覺得有些老話說的還是有道理的，這3個和尚湊一起呀，他果真是沒水喝呀。後來我們在長達30多個小時的失敗裡邊，終於找到了一些技巧。這回拉完之後，那龍鬚酥真是比頭髮絲兒還細了。然後為了好吃，我們還加了點堅果碎，這吃着跟小時候在街邊買的簡直一模一樣。不過想想也挺神奇，平時我都是看人在夜市拉，從來沒想過這玩意兒居然自己在家也能拉。後來其實我又嘗試了很多次，我試圖能找到一些可以量化的標準，但成功的概率非常低。所以最後我總結為，只要不是老師傅幹這個，那想成功的辦法只有一個，就是撞大運。而且這個東西吧，其實不太適合在家做。我們做完了之後，那屋裡跟噴過滅火器似的。完了晚上洗澡的時候，居然還洗出一身欠來，你說這你受得了嗎？這個。